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50岁的一个开宝马车的一个女顾客的故事。这个故事，我讲起来我是觉得比较心情沉重的。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给个关注，谢谢大家。这是秋天的时候，那时候，我记得下午，一个女的呢，她是个子不高，瘦瘦的，戴一个口罩进来的，戴着口罩呢，也能看出来她长得还挺可以的，很有气质的。她进来以后，我就问她，我说：“美女，你想看点什么？”她说：“我想。”她就有点结巴，很不好意思。然后我就看着她的眼睛，我就发现她是眼眶里是有泪的，就像刚哭过的那个样子嘛。我就说没关系，你有什么你给我讲吧。她说，我想找一点情趣内衣。我说好呀，我就给你介绍。然后我给她介绍了2套，她说要点性感的吧。她说男的喜欢什么？我说男的喜欢什么？我说男的，我说那男的不一样啊，有的喜欢那种学生风的，有的喜欢性感的。我说性感的嘛，大部分都喜欢蕾丝的。我给她介绍了几个，她还挑了一个比较保守的，就像有点吊带的那种嘛。我这种挺保守的了。我说你以前家里没穿过吗？她说没穿过。这个时候她就哗啦，她就流眼泪了。我说你怎么了？我去拍拍她肩膀。她说我还想买点那个，有没有男人吃了就把持不住的？我说你是怎么了？她说她老公，她和这个老公呢是第2次结婚，她也没有跟他要孩子，2个人一起拼搏，15年了。然后呢，现在有点成就了。这个男的呢，去厦门出差，就认识一个 K 房里的女孩子，结果怀孕了。怀孕了以后呢，这个男的要跟她离婚，说的理由就是他想有一个完整的家，想享受天伦之乐。因为前面那一段婚姻呢，他把孩子是给女方的，这个他们2个后面和这个女的结婚是没有孩子的。然后这个女的就很不能接受，她说当时我们2个在一起的时候，为了事业，她说可以不要孩子的，现在又说要享受天伦之乐。我听了嘛，我说我说这只是借口，有孩子是一部分，还有一个对方那比你肯定年轻了不少，男人都是喜欢新鲜感的。她说那我怎么能挽回呢？她就想靠着给她老公就是很长时间了，她老公根本不和她行房的。她想着是不是太久没有行房的话，感情也会淡。然后她在床上呢是比较传统的，是不是没有 K 房的女孩子诱惑？我说那可能会有。我就大概询问了一下她和她老公就是房事的时候是个什么状态。她就说就是传统的，她老公要的话，她才要，她从来不会主动说啊，老公我想要了，主动去表达这种想行房的意愿。然后有时候她老公想和她做的话，她累了，她还就拒绝了。久而久之，她老公就在这方面就不愿意和她配合了。她呢，现在她说，她想穿的性感一点，然后呢，给她老公再吃点药，然后让她老公就控制不住想和她做。这个东西，然后她说她在床上不够骚，不够放不开，她还想吃一点让女人能放开的。我说那种咱们没有呀，那种就属于违禁品了。但是有一个可以涂抹的，能让你快感来得快一点的精油，他也拿了一瓶，然后就在讲的时候，那个泪还是流的。听得我就心里很难过，我还就抱抱他，我说姐姐，我说这样，你现在他的朋友其实也是建议他，你不要他了，不要这个老公了。你就去自己怎么开心怎么来，但是他作为他自己，他是放弃不了的，他是有感情的。我说你朋友的建议呢是对的，你先去挽回一下你老公，如果真的挽回不了，我说那边他已经有孩子了，他一定是要和那个女孩子在一起的。我说你在你自己的损失最低的情况下，
你要怎么开心怎么来。他听听嘛，他说，哎，我跟你说一说啊，我心里好过一点。我今天去试一试吧。她说下午她老公会回来，她打电话要求她老公回来，然后咱们两个去开个房面谈一下。她说把这个药放到什么什么里面。其实她当时想法是这样的，但是当她实际操作的时候啊，第二天我去问她，她说妹妹啊，我还是没有操作，我都把药拿出来了，那个酒呀我也拿好了。我就觉得，如果我靠这种方式去挽回他，我是不是太作践自己，太下贱了？就是我的心情是不开心的。虽然他可能在这个药物的帮助下和我做了，但是呢，他还是要离开我的呀。我说你这么想嘛就对了，他的心要离开，你就和他做100次，他都不要你的。然后他就说算了，我也已经很尽力的那天把所有的话都说给他听了。这个男的还是说要离开。我说那就是不爱了，不爱的在一起长久不了，你要么就让自己痛一会儿，痛完了以后你怎么开心怎么来。他说好的。然后他的朋友也帮他介绍了一些，就是让他转移注意力嘛，介绍了别的什么男的单身的给他，但是他当时一定是考虑不到这些事情的，他的脑子一定是乱的，接受不了。他说我先等等，然后他就去健身，然后没事去和朋友喝喝茶喝喝酒。大概过了1个月，他主动给我发信息，他说哎，我在那个什么什么平台我聊了一个小鲜肉，他还发了一个偷笑的表情。我说怎么样呀？他说看起来对我嘘寒问暖的，出来喝了1次咖啡，挺照顾我情绪的。然后呢，我始终是接受不了，他还是有坎儿。我说那你还是心里忘不了老公嘛？我说你尝试一下嘛，要不你这个在那个坑里面你永远出不来。人家说什么忘记旧爱的方式是新欢，虽然这句话很渣，但是这样操作我跟你说是有效果的。他说真的呀？我说哎，对，是有效果的，必须有一个人带着你去出这个坑。你可能你不爱他，但是他能带着你的情绪把你往外一点一点的引，你会一点一点往上走，是能走出这个坑的。我说你要尝试。哎，后来他就尝试了，过了半个月吧，他说你这边有没有延时的呀？我说你们俩怎么样了？他说我们俩已经发展到那个要去开房间的地步了。他是来我店里说的，就是我第2次见他的时候啊，他有一点雀跃，就是说起这个小鲜肉的时候，他有点那种小女人的表情啊，有点雀跃。他说他挺照顾我的，然后我想去试试那种表情，我给你学不来。我感觉到他已经思想上已经稍微好一点了，我给他了以后，我说怎么样呀？他说他还是喜欢跟她老公比较。他说跟我老公比较呢，他没我老公时间长。他说他那个老公还挺能做，时间也长，尺寸也好，前戏也有。然后他说不过呢他能照顾我情绪，姐姐长姐姐短，哎呦可温柔了，可照顾我情绪了，过马路会牵着我的手啊，什么会给我护到这一边，怎么描述的可好了。我说你是谈恋爱了。他说说谈恋爱嘛一半吧。他说反正我现在想通了。他说怎么开心怎么来，我再也不要爱了，我再也不要那个婚姻了。再后来啊，她说我已经彻底就是她和她老公那方面的事情已经了结了。她老公为了让她离婚啊，给她编了一个谎。她说我和这个女的呢先去领证，咱们俩先把离婚证领了，然后呢我拿着这个离婚证和那个女的领了，等孩子满月我把孩子带过来咱们俩养，什么什么。我说妈呀，这个骗子，我说这肯定骗你的嘛。他们的朋友也说这男的肯定是骗子，骗他的，千万不要领这个离婚证。说如果他要求和你领证的话，财产必须要给你多少多少多少。反正后来这个男的呢就妥协了，
当时这个男的是说给他那个数目是达不到他心里的预期的，后来一直僵着，这男的离不了婚呀，他也就妥协了。这女的说，我也不管了，任由他吧，他想怎么地怎么地，我现在挺开心的。交了一个新男朋友，他说他会拿着这个以前不会用玩具，现在会拿着我给他推荐的那个潮喷神器啊，然后带到这个做爱的过程中，她说：“哎呦，感觉确实不一样。和老公做爱的时候，她总是怕老公说她，之前她会说，我老公说我骚怎么办？我老公说我浪怎么办？现在她说不管了，完全放开了，特别的享受。这个事情给我觉得挺开心。一个女的，她能从一个老公背叛她，然后慢慢的走出来。”然后呢，又交到一个小鲜肉，然后她的生活丰富多彩。我觉得现在的女人呢，一定要怎么开心怎么来，不要天天就是老公老公老公的。老公好我们就爱他，老公不好我们就踢他，毫不留情的踢他。这就是我的观点。大家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可以给个订阅，谢谢大家。